銀行櫃員把我的身份證推回來，低聲說：“沈小姐，系統顯示你11天前已經死亡。我出國工作才12天，賬戶、信用卡和提款功能卻全被正式死亡通知凍結。”我沒有爭辯，先抄下死亡案件編號和承辦分行代碼，櫃員的手立刻停了一下。保全往櫃檯靠近時，櫃員悄悄撥出內線，螢幕上跳出鄭國峰的名字。鄭國峰是恆耀往來銀行的企業金融副總，也是顧成宇一直信任的銀行熟人。我轉去電信門市，店員查完資料，只能說門號已依死亡程序終止，不能恢復。公司郵件、備用信箱和內部系統也全部拒絕登入，像有人把我從每扇門後刪掉。多個系統在11天內同步完成變更，這不可能只是某個承辦人按錯一個鍵。我打開行李夾層，黑色創辦人實體金鑰還在，冰冷外殼壓住了我的指尖。私人信箱跳出父親信託的年度驗證通知，我先記下時間，沒有急着點開。商場舊電腦終於連上恆耀官網，畫面正直播我的追思會，黑白照片掛滿大廳。顧成宇站在台上宣布暫代執行長，並說7天後出售恆耀。我拖起行李直奔公司。我拖着行李闖進恆耀大廳，接待人員一看見我，手裡的追思名冊直接掉在地上。員工、媒體和合作方同時轉頭，顧成宇愣了半秒，接着平靜問我：“你是誰？”他公開說沈之夏已在境外車禍中死亡並火化，眼前的人只是利用外貌擾亂交易。林雅婷哭着搖頭，說她認識我12年，真正的沈之夏絕不會用死者身份奪產。直播留言很快塞滿整形冒名的猜測，我站在自己的照片前，反而成了可疑的人。大螢幕忽然亮起，另一個我用熟悉的臉和聲音授權顧成宇接管公司並推動出售。那段話幾乎完美，只有說到特殊狀況前換氣位置像被硬接過一次。我想起半年前林雅婷以升級語音門禁為名，讓我錄了幾百句測試語音。顧成宇強調影片已通過數位簽章，我立刻要求原始檔和實體金鑰的簽署記錄。他拒絕交付，叫保全報警。林雅婷在門邊低聲說：“真正的沈之夏已經死了。”我問他錄那些聲音時是否早知道我會死，他手指猛然收緊，而真金鑰仍在我包裡。被趕出總部後，我直接前往獨立災難復原中心，那裡不受恆耀日常賬號控制。入口臉部辨識人把我判定為死者，值班主管也收到通知，禁止任何沈之夏進入。我沒有要求破例，只請他啟用外部驗證終端，核對我手中黑色金鑰的序號。恆耀只有2把創辦人級金鑰，一把鎖在公司保險庫，另一把始終由我隨身保存。金鑰、指紋、動態密碼和本地驗證依序通過，螢幕卻同時警告持有人已死亡。我啟動身份爭議保全，核心技術交割立刻暫停72小時，外部單位同步收訊。2分鐘後，顧成宇打來，直接喊我的名字，命令值班主管取消這次保全。我反問：“你終於認得我了？”電話那端沉默片刻，只剩他急促敲桌的聲音。外部稽核頁顯示，告別影片7天前建立，卻引用3個月前生成的空白簽章封包。我抄下外部雜湊和時間戳，這只能證明程序異常，還不能單獨證明是誰做的。警察很快抵達，陳柏翰以身份冒用和非法侵入嫌疑替我上銬，72小時開始倒數。
陳柏翰先採集我的食指指紋，系統一邊顯示持有人死亡，一邊給出超過 99% 的吻合。就護照資料裡的臉部骨骼、耳型和眼距也全部一致，但他只說我極可能是沈之夏。他解釋，私人記憶和外貌都能被模仿，警方必須讓每一項身份證據由獨立來源重驗。顧成宇的律師送來我做過身份接管演練的文件，暗示我可能自己安排假死再回來奪權。境外記錄顯示，事故發生在我抵達新加坡第二天凌晨，地點離飯店將近40公里。一輛以我名義租用的車撞上護欄後起火，車內有證件影本、長帶項鏈和飯店行李牌。我從未租過那輛車，遺體的臉和指紋也無法辨識，身份只靠物品與線上租車驗證。更荒謬的是，遺體沒有完成 DNA 檢驗，所謂家屬卻要求在46小時內迅速火化。遠端確認者自稱受我母親委託，還說出母親婚前就姓方，那不是公開資料。境外單位回傳一小段錄音，女人說不要再讓她受苦時，在字前短促吸氣。那是林雅婷臨時說謊時的習慣，可這個停頓只能指向她，不能直接取代設備與連線記錄。我要求警方追查原始通話、使用裝置和救信來源。陳柏翰第一次把林雅婷列為明確方向。我仍不能恢復身份，也被禁止再碰恆耀系統，但那具被火化的遺體第一次不再等於我。我用現金住進小旅館，反覆聽那段認領錄音，確認語音、人臉和行程資料都經過林雅婷手裡。我買了預付卡打給她，故意說警方找到一份保存良好的遺體 DNA 檢體。林雅婷先拒絕見面，半小時後卻出現在旅館附近的咖啡店，臉色比哭過還白。我問她為何知道母親就姓，她只說：“你證明不了任何事，別把活着當成證據。”我讓桌上手機保持亮着，像正在錄音。她離開後，果然在街角連打2通電話。上午11點40分，境外代理突然補交文件，聲稱那份檢體已被高溫和化學物質污染。警方從未通知代理有檢體，因為那份檢體根本不存在。這次補件只可能來自我放出的消息。陳柏翰警告我自行設局會有證據風險，我便把原始通聯時間完整交給他，不碰後續程序。補件底部有英文字母加6位數代碼，我認出那是3個月前成立的恆盛顧問案件格式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恆盛沒有員工和業務，卻持續支付境外代理、公證與影像製作費。境外補件和恆盛成立文件用了同一組代碼，死亡安排的時間線因此倒推到至少3個月前。我把半年、3個月、12天和11天內的事件排成一條時間線，先承認現有證據仍不足以指向車禍策劃者。72小時保全即將到期，我沒有申請恢復經營權，只請法院禁止處分登記在我名下的 31% 股權。附件包含指紋、臉部比對、實體精要驗證，以及告別影片和空白簽章封包的時間矛盾。我也交出境外補件與恆盛案件編號，證明死亡程序和空殼公司至少存在可查的連結。周文燕代表公司出庭，承認精要和指紋有效，卻說我可能早就安排假死，再用自建系統干擾交易。我的律師把請求縮到最小，我們不要求他今天當執行長，只要求活人的財產先別被賣掉。法官問，若最後證明我參與假死，是否願意承擔責任？我當庭回答，願意。法院隨即禁止移轉，
社擔保或處分我的 31% 創辦人股權，收購方宣布延後原交易。部分董事開始要求顧成宇說明死亡文件和恆盛顧問、復原中心的精要驗證畫面也流了出去。法院外有人問我是否要奪回職位，我只說目前不要求任何職務，我要先以證據回到公司。那天晚上，顧成宇主動打來，聲音很冷，股權不能賣，不代表公司的資產不能賣。我迎回的不是公司，只是一道暫時關上的門，而他已經轉身走向另一扇。隔天，恆耀取消原本的股權收購，臨時董事會改提15年核心技術獨家授權。獨立董事把通知交給我，文件還包括客戶合約、海外專利和資料中心設備的移轉。最刺眼的是核心研發人員清單，連人都要一起搬走。恆耀最後只剩品牌和空辦公室。法院凍結的是我的股份，不是董事會日常經營權。這套方案只需要多數董事代理權。表決牌在48小時後，顧成宇顯然早就預判我會先保股權，再從資產下手。我第一次真正感到時間不足，因為即使恢復身份，也可能只拿回一間沒有靈魂的公司。這時林雅婷主動來電，說顧成宇準備把身位、遺體確認和所有影片責任推給他。我們在公共餐廳見面，他帶來一紙銀色隨身碟，聲稱裡面是銀行往來與收購款流向。他低聲說：“成宇說，只要你法律上死亡，剩下的文件都會變成合法。”林雅婷承認參與確認，卻堅稱不知道車內女人是誰，也不肯說誰下達最初指示。我收下隨身碟，沒有當場打開，也沒有答應交換。48小時的表決仍在逼近。林雅婷用我母親生日當隨身碟密碼，我沒有碰原電腦，而是在律師辦公室的隔離設備開檔。裡面只有一份銀行試算表、收購款、收款人，甚至顧成宇私人債務都寫得整整齊齊。真正的犯罪內部文件很少替調查者整理結論，這份資料完整的像故意等我拿去告人。檔案屬性還留着6位數案件編碼，格式和周文燕處理公司文件時完全相同。我判斷它是陷阱，只要我提交，對方再證明內容虛假，我就會成為製造偽證的人。我沒有改動數字，只在列印選項和空白儲存格放入隱藏識別碼，轉成其他格式仍會保留。接着我告訴林雅婷，檔案少了收購款後續處理頁，必須取回原始隨身碟補齊。他當天下午派人拿走，不到5小時，周文燕就向法院提交補充陳述。他指控我散布偽造銀行記錄，附件正是改名並轉成 PDF 的那份試算表。我的隱藏識別碼仍在，證明文件離開我後直接回到周文燕手裡，而且他明知內容有問題。我把交付、取回和法院提交時間交給陳柏翰，他只說先別驚動他們。外部備援只能保留資料曾存在的雜湊，無法把被刪掉的原始內容完整救回來。我故意透過律師聲明，完整的身份存取記錄仍在公司雲端，卻不說檔案到底在哪裡。當天下午，恆耀資訊部開始大量清空高階主管身份資料，法院保全送達時主要資料夾已空。顧成宇公開說那只是正常清理過期測試檔，但刪除動作本身留下了管理權障。第一組核准來自鄭國峰任職銀行的內部網路，第二組來自周文燕事務所的交易資料室。同一分鐘，光裕影像的附加賬號也加入刪除，3個彼此切割的單位同時按下確認。
光裕對外聲稱賬號在我死亡後第3天才建立，實際記錄卻早在我出國前19天存在。一封匿名郵件又送來資料清空截圖，桌面角落露出檔名：CR_Final_04。如果追思影片真在我死後才製作，就不該在我出國前已有第4版最終檔。郵件標頭顯示寄信設備曾登入林雅婷的人資主管賬號，截圖軟體也屬於光裕的臉部合成工具。這些材料仍不能直接還原被刪內容，卻足以證明有人急着共同悔證，達到搜索門檻。法院核發光裕影像搜索票，陳柏翰帶隊進入工作室，我只能在外面等正式結果。凌晨1點，他打來說找到工程檔，還找到一個能即時模仿我說話的數位模型。警方打開光裕地下工作室的加密電腦，裡面只留下名為 CR 的專案。技術人員輸入一句公司出售公告，螢幕裡的我立刻說出口，連眨眼和換氣都能跟着調整。專案建立時間是我出國前27天，這不是死後臨時制作，而是事前準備的數位替身。素材來源包括公司演講、視訊會議，以及林雅婷人資部提供的語音門禁測試。員工健康檢查的臉部動態資料也被挪用，那些授權從未包含身位或交易用途。警方接着搜索林雅婷的私人置物櫃，在舊手機裡找到19段遺體確認練習。他反覆模仿我母親的語氣，調整吸氣、停頓和救信出現的位置，直到聽起來足夠自然。林雅婷終於承認提供素材並完成境外確認，卻把所有指示都推給顧成宇。手機裡沒有直接命令原文，顧成宇立刻對外宣稱自己只是相信正式文件，也是受害者。搜索消息讓2名董事撤回代理權，原定的資產交易案因此無法取得足夠票數。顧成宇隨即改召2天後的臨時股東大會，要解除我的職務，修改章程，再出售技術。股東大會只剩2天，我終於打開先前忽略的信託通知，聯絡父親指定的管理人白靜怡。白靜怡在銀行會議室先說，程序完成前，我不能因為相信你，就承認你是審之下。第一層是10年來的年度私人回答，包括父親最討厭的食物、第一筆訂單地點和當日對話。第2層是父親手寫股東賬冊裡的數字密碼，只有我和他知道那些數字如何排列。第3層更直接，封存指紋、掌靜脈和口腔細胞樣本，必須全部與現場採樣吻合。3層驗證完成後，白靜怡才簽署身份驗證書，啟動信託18%保護性表決權。這項權利只能讓核心技術、專利和客戶合約72小時內不得出售，不能替我復職或定罪。顧成宇仍宣布股東大會照常，還新增修改章程，限制信託否決權的議案。白靜怡以管理人身份要求銀行交出未刪減收購款分配表，第一筆竟是償還顧成宇關係企業貸款。那筆貸款由鄭國峰違規批准，3天後就要內部稽核，交易款正好能替他們補洞。第2筆是周文燕的成功報酬，第3筆透過境外公司給林雅婷3%股份。4個人都能從我的死亡和公司出售獲利，而顧成宇預告要公開我親自策劃假死的證據。顧成宇先在媒體專訪播放資安演練剪輯，畫面裡的我說，必要時讓沈之夏的身份暫時消失。另外2句被接在後面，聽起來像我授權顧成宇接管公司，還替自己的死亡準備了制度。完整語境被全部拿掉，留下的每個字卻確實是我說過的，
這比純粹造假更難反駁。顧承宇宣稱我利用自家技術安排假死，身為合一體確認則是林雅婷擅自行動。周文燕反過來指控我設局，植入文件標記並誘導刪除，企圖制造一條看似完整的證據鏈。鄭國豐把問題貸款說成普通授信爭議，強調銀行只依正式死亡通知處理賬戶。部分股東開始要求立即出售資產止損，他們怕的不是誰說謊，而是公司每天都在貶值。我的法律身份仍未正式恢復，桌牌只能寫身份爭議當事人，連職稱都不能使用。信託否決權也正被章程修改議案挑戰，白靜怡只能依現有權限暫時擋住出售。警方已掌握身位、偽證流轉和毀證權狀，卻還沒有顧承宇在事故前付款的直接記錄。林雅婷的口供不能單獨證明命令來源，境外代理也堅稱只是依正式授權辦事。我終於看清，證明4個人受益，不等於證明顧承宇在我出國前就知道死亡安排。即使我恢復身份，也可能永遠背着共同策劃假死的疑點，失去公司治理的正當性。股東會直播開始倒數，我只能帶着尚未閉合的證據，坐到那張沒有姓名職位的桌牌後。股東大會直播開始，顧承宇先播放那3段拼接演練，要求股東相信我早已設計身份消失。我沒有否認，反而說每一句都是我的原因。現在請把完整錄影和會議記錄放出來。完整內容談的是創辦人憑證全面遭冒用時，如何暫停賬號和數位憑證，不是制造法律死亡。記錄明確寫着，程序不得修改戶籍、銀行或死亡狀態，任何接管都要留下外部稽核。顧承宇在演練裡只能代管日常營運，無權出售核心技術、專利和客戶合約。剪輯偏偏刪掉這些限制，讓暫停身份聽起來像我主動從世界上消失。我接着展示3個月前建立的空白簽章封包，以及1個月後才完成的告別影片。真正的實體經要從未簽署任何影片版本，數位簽章只是把後來內容塞進預先準備的外殼。顧承宇辯稱自己只相信法務和系統，我指出正式授權必須讓本地經要與外部雜湊一致。股東開始質疑追思影片是否能支持出售，章程修改議案的支持率也明顯下降。顧承宇敲桌要求立即進入表決，因為完整語境已推翻他的授權，卻還沒證明他預購死亡。我先公開林雅婷交付銀色隨身碟的時間，承認自己一開始就知道試算表可能是假。檔案過度完整，還帶着周文燕慣用的案件編碼，所以我只加入追蹤流向的隱藏識別碼。林雅婷取回隨身碟後不到5小時，同一標記就出現在周文燕提交法院的 PDF 附件。這證明周文燕提交前已接觸那份假文件，也證明林雅婷並沒有真正脫離他們。接着我把雲端刪除權狀放上大螢幕，第一層核准來自鄭國豐的銀行內網，第2層來自周文燕的交易資料室，光裕影像賬號又在同1分鐘加入操作。他們平常都說只負責自己的一小部分，可一到毀證時，3個地方卻同時動手。我在展示未刪減收購款分配表，第一筆要填補顧承宇關係企業的問題債務。鄭國豐能掩蓋違規授信，周文燕拿成功報酬，林雅婷則取得交易後 3% 股份。顧承宇承認這些利益安排存在，卻堅持受益不代表我知道那場事故。投票系統開始啟動，他把最後防線縮成一句話：沒有事故前付款，
就不能說死亡是他安排的。顧成宇要求停止討論，表決倒數只剩10秒，我能證明共謀和受益，仍缺他事故前直接付款的記錄。最後5秒，會議室大門被推開，陳柏翰帶着境外付款3方認證走進來。表決依刑事調查要求暫停，他宣布3筆費用早在我出國前8天就已核准。第一筆支付境外租車與證件人臉驗證，第二筆支付遺體認領、公證和緊急火化代理。第3筆是事故後媒體素材處理，連死亡後要如何對外說明，都在事故發生前先付了錢。付款人是顧成宇控制的恆盛顧問，收款方正是後來處理死亡程序的境外代理。另一收款方與光裕影像合作公司相同，付款案件代碼也和恆盛設立文件一致。同一代碼還出現在簡體補件與周文燕內部文件裡，整套程序終於被接成同一個專案。顧成宇說付款記錄可以偽造，陳柏翰回應資料已由境外銀行、平台和收款機構共同認證。林雅婷得知自己將被犧牲後，又交出加密通訊的本地通知快照，訊息要求依測試版本完成確認，火化後立即刪除，發送設備登入憑證來自顧成宇辦公室。顧成宇第一次摩擦右手食指，沒有再看我，他的最後說法終於被自己提前8天的付款推翻。顧成宇的付款讓警方重新追查境外遺體來源，事故附近的收容所失蹤名單終於被重新打開。同一時間失蹤的44歲女性叫何秀蓮，失蹤前住在境外臨時收容所，沒有固定手機。他們大概以為這種人不會有人追查，才敢用證件、項鏈和行李牌覆蓋他原本的身份。殘留醫療記錄與家屬樣本完成比對後，火化遺體正式更正為何秀蓮。我第一次看見她的生前照片，照片裡的女人和我沒有任何相似，只是被迫承擔我的名字。媒體稱她是沈之夏替身，我當場要求更正，她不是替身，她叫何秀蓮。我的律師聯絡上何秀蓮家人，他們多年以為她自行失聯，從沒想過她已被陌生程序帶走。我負擔重新安葬、跨境法律和交通費用，所有正式文件也必須使用何秀蓮的姓名。案件因此增加非法處理遺體與身份冒用責任，但她的死亡原因仍需獨立調查。我終於承認，拿回自己的名字還不夠，另一個名字不能繼續只當成我的證據。股東會因刑事調查暫停，顧成宇、林雅婷、周文燕和鄭國峰都開始接受強制調查。股東會恢復時，顧成宇被依法帶離，他回頭問我：6年感情，值得你看着我被捕嗎？我回答：讓我在法律上死亡的人不是我。你現在承擔的也不是我的選擇。股東隨即解除顧成宇全部職務，停止委任周文燕事務所，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。核心技術、專利和客戶合約繼續保全。幾名股東提議立刻恢復我的執行長職位，我拒絕了。被害並不會自動把一個管理者變得完全正確，更不能替我免除治理責任。我曾把營運過度交給未婚夫，又讓摯友控制人資與生物資料，私人信任取代了制度。創辦人及權限也太集中在我一人手上，只要我被宣告死亡，公司便失去真正的制衡。我要求先完成資料治理、代理權和簽章制度調查，自己暫時只以創辦股東參與改革。外部備援改由多方機構共同保管，任何死亡或失能接管都要進行本人多元驗證。
人資不得再單獨取得足以建立身位的聲音與臉部資料，重大資產交易也增加獨立確認。我接受調查可能指出自己的管理缺失，因為真正的復職不能只是把所有權力放回我手裡。3個月後，法院完成我的法律身份恢復程序，戶籍上的死亡註記正式被撤銷，護照、電信和金融身份依序恢復。獨立調查也確認我未參與假死或資產轉移。調查同時指出，創辦人權限過度集中。我公開接受結論，沒有把受害身份當成免責理由。顧成宇的股權、房產和關係企業資產遭到保全，關係企業進入清算，原收購方提出求償。林雅婷被解職，選擇權與交易後 3% 股份全部取消，並因身份冒用與偽證遭起訴。他後來交出證據可以列入處理，但不能抹掉非法取得生物資料和冒充家屬的責任。周文燕被解除合夥人身份，職業資格遭停權。鄭國峰也被銀行解職並追查授信與給付。境外代理和光裕相關人員分別承擔責任。何秀蓮的死亡原因與身份處理另案調查。恆耀完成多元身份、雙重簽章和董事代理改革，客戶合約與核心技術人留在公司。外部備援改由獨立機構共同管理，任何單一人都無法再替創辦人完成全部接管程序。3個月治理改革完成後，董事會重新邀請我擔任執行長，這次權力有清楚邊界。我正式接受，不是因為公司補償我，而是調查完成後，制度重新授權我負責。重新上任的第一天，我沒有召開記者會，也沒有回到辦公室接受掌聲。我把新護照、法院文件和那張曾被凍結的銀行資料放進包裡，走向最初否認我的地方。公司與法律已經叫回我的名字，最後我還要親眼確認銀行系統是否也真的改了。3個月後的復職第一天，我獨自回到那家銀行，櫃檯人士最初宣告我死亡的位置。櫃員先核對新護照，再採集現場指紋，最後連線確認法院與戶籍的恢復文件。銀行的新流程不再只靠一張死亡通知就自動終止賬戶、信用卡和全部金融服務。3項資料一致後，系統重新啟用我的賬戶、信用卡與網絡銀行，螢幕慢慢轉成正常狀態。櫃員把新卡放到我面前，正式說：“沈之夏女士，您的金融身份已經恢復。”我看着螢幕上的姓名，旁邊不再有死亡、凍結，也沒有身份爭議4個字。那一刻，我想到何秀蓮。11天裡，她被我的物品蓋住名字，又被陌生人快速火化。銀行的新程序加入異常死亡多元複合，恆耀也不再讓單一部門蒐集完整生物樣本。我收起新卡，櫃員問是否還要辦其他業務，我搖頭說不用，我只是來確認名字。走出銀行時，手機第一次以本人身份收到恆耀通知，不是追思，也不是代理公告，那只是新治理委員會的會議提醒。我沒有立刻回復，先站在陽光下看了一眼自己的名字。活着不是系統恢復綠色狀態，而是沒人能再替我完成死亡，也沒人能讓何秀蓮再次無名。